在所有来东北体验极寒的车友们还在紧锣密鼓的给自己搭建车库暖库的时候，我的车暖库已经在家里边就已经给它备好了。嗨，大家好，我是老狼。很多人问我，像我这台老车还是带着问题上路的车，是怎么样保持在东北零下30度、40度乃至40多度、50度，怎么把车能打着火、正常启动的，而且不用别人来接电，也不用别人帮忙启动拖车的。今天就这个问题，好多网友也跟我咨询过，说我这车为什么在这么冷的环境下还能够正常运行。我也跟大伙儿详细解答一下。我这台车呢是一台10年的老车，而且现在喷油嘴和正压机都是有问题的。启动零下10度就已经启动不着了。正常来说，在零下15度以上，车辆都能够正常启动。但我这台车只要到零下了，基本就启动不着。但是在这里的我还能够正常启动，是因为什么呢？我把我的车装了一个预热锅炉，这也是很多网友特别关心的事儿。说狼哥，您的锅炉是怎么安装的？怎么运行的？今天呢，咱们不讲这个自驾的事儿，一些和我其他的一些故事，咱们就单讲一下，自驾游中这个预热锅炉是怎么安装的。我这台车的预热锅炉安装的位置呢是在大灯的后面，然后现在您在里边看见的地方，这个白色的带一根管子的，这就是我的预热锅炉。上边这个亮的东西是一台水泵，用来给车辆的经过锅炉加热的发动液循环到发动机里边。这里边有一个知识点在哪儿呢？就是说，不管你这个锅炉或者是水泵安装在哪里，当然水泵和锅炉离得越近越好。然后呢，你水泵或者锅炉它的位置一定要低于发动机。最好是低于发动机缸盖以下，就是保证它这个在正常待机状态的时候，发动机冷却液能够沉积在水泵和锅炉里边，这是最基本的一个要求保障。为什么？如果说你要是装的过高，为了位置好装的高，那么你这个水循环有可能是造成锅炉空机运转，水循环不畅，对你发动机的预热没有好处，也造成预不了热，或者是乃至烧坏你的预热锅炉。这2根管子呢，就是锅炉的循环水管。正常情况下安装在哪里呢？看见这根白色的水管了吗？白色的水管是暖风机的上水管，旁边这根管子呢是暖风机的下水管。我说的是这根啊，这根是暖风机的下水管，回水管，也就是说回水管。你如果分辨不清，一般情况下暖风机的水管都是上下的位置，上边的是进水，下边的是回水。一定要把这2根管子串联到暖风的回水管上，然后根据暖风机上的有箭头指示，哪边是进哪边是出。进水一定要是从发动机热水方向来的，进到锅炉里边热水。然后回水呢，一定是从锅炉出去的，回到机体方向的。这个管子顺序千万别接错。一般你买到暖风机的时候，它上面会有箭头显示或者说明书，哪根是进哪根是出，这一定不能接反。刚刚说到了这个位置一定要低于发动机，但是很多人会问我，狼哥，那我具体应该安到哪个位置呢？每个车的车型不一样，选择最合适的地方大概有几个地方呢？前保险杠后面，大灯后面，有的车型呢是在副水箱下面，就是选择尽量宽敞一点的地方，不要磨到其他的东西，然后不会妨碍其他东西正常工作，然后低于发动机缸盖以下，最少也得低于缸盖以下。什么是缸盖？就是发动机这个上面这个上盖，你可以理解为就是说你的柴油预热锅炉安装的位置一定要低于发动机平均面20公分以下，就是这个面，发动机的这个面往下20公分，或者是再往下，这个位置是最合适的，这样就能让你的水充分的循环起来。那么关于品牌呢，就是说有的很多人问我，狼哥我应该选个什么样的牌子呢？
其实所有的暖风机只要是自适应高度都可以安装。当然您有钱你可以装进口品牌的韦伯斯通，如果说基本上像我这种没什么米的，那你就装一台1000块钱以下的设备。某宝上或者是某平台上搜索柴油预热锅炉，大概700多、800多乃至1000、2000的都有。我买的是一个最低配的700多块钱的，带遥控的。这个就是它的遥控器，我在车里边就可以实现它的开关机。当然有高档一点的是支持手机 APP 远程4级开机遥控关机的，这样可以在手机 APP 里边可以监控车辆预热的水温情况。那种呢适合上班族，就是在车里边在家里边正吃饭洗漱的时候，远程把车辆打着预热。如果说像我这样自驾的，就没必要花那么多的钱买一个普通版带遥控器的，直接就一按就行了。如果不带遥控的呢，需要把面板上有个开关长按，基本上长按3秒开机。关于安装位置咱们已经说过了，接下来咱们说哪儿呢？电。刚刚已经说过，电你可以采用移动电源，或者是负电池，也或者是你车上原来的电池。因为我这台车呢，原车就是2个电池，一个启动电池，一个生活电池，就是我原车带的就是2块电池，但是2块电池都参与启动。我这个车呢，所以说我把我的电源接到了这儿。这是我车上原本接电的地方，就是车辆启动不着，从这个柱上接电，掐到这上。因为我的电池在车里边，所以不能直接掐到电池。因为我的电池够大，所以我在这儿选择就是用我车辆的启动电池来供电。另外还有一个什么好处呢？选择用启动电池供电，因为我副电池是锂电池，在低温环境下，锂电池有的时候非常可能会被冻没电，或者直接冻到保护，一丁点电都没有。那个时候你想启动车是启动不起来的。但是铅酸电池呢，在抗冻方面要优于锂电池，所以说我把我的电放到这上了。当然您要如果没有副电池，您的总电池过小，你也可以选择用移动电源，就像我的那个德三1500，可以选择用那个电源去供电，这样呢就是不怕没电了。这样保证它这个预热锅炉在什么情况下全天候都是可以启动运转的。关于取油，因为我的这台车呢是柴油车，所以说我选择从油箱上取了油。因为我的这台车是柴油车，它的燃油是柴油，所以说我直接选择从柴油上取油，从油箱上取油。当然如果是汽油车呢，要额外的加装一个柴油箱。我这个是取油方式是从那个进油管，就是从那个加油口的油管上做了一个取油针，这个油针是扎到那个油箱里边去的，基本上与油箱留了这么大的空间，防止油被吸干。装了一个这个。我车上还有一个其他的柴油暖风机，所以说我在这上边还装了一个3通，分出2边。这一路呢就是分给那谁的，分给这个柴油暖风机的。还有一路在前边是给我的预热锅炉供电的，不是供油的。有的呢，如果油箱拆卸方便，或者是像货车一类的，可以从油箱上边打一个孔，或者有的油箱原先就有预留孔，在那个孔直接取油也 OK。关于取油针，你没必要自己去做或者怎么着，有的厂家会给你带一根取油针，但你不一定能用上。取油针你在网购平台上去搜索柴油预热取油针，或者是柴油暖风机取油针，都有五花八门各种各样的取油针供你选择，哪一种适合你安装你就买那个，没多少钱，10块8块的吧一根，很便宜。那个就是能够让你无损、很自然的、很方便的就把这个油取下来。预热锅炉的电线、油管以及它的循环管路，在你安装的时候一定要用这个捆扎带或者其他东西捆到哪上，让它不要乱动，不要摩擦，以防止磨漏，或者是电线磨到铁上去造成一个混电，把绝缘和这个固定做好。不管是油、电还是水，一定要固定好、扎好，在大梁上找到合适位置去把它扎紧。
我这个呢，完全是从大梁底下一点点走线，然后用那个捆扎带把它捆到一起，防止它乱动。摩擦的地方呢，就比如说这个位置，看见了吗？这个位置，因为这避免不了了，这个位置安装的地方避免不了了，就是它的水箱的下水管和预热锅炉会有摩擦，我在中间加了一块软胶皮，作为一个防磨，这样的话省着它磨坏。如果你的车辆那个油底壳是金属的，建议你把排气管直接对着油底壳去吹。但是如果是塑料材质或者是那种其他皮材质的，就尽量把暖风锅就尽量把这个排气管不要吹油底壳了啊。吹油底壳有个什么好处？就它的废气可以加热发动机底壳。有很多人说，那么我能不能用预热锅炉代替传统的那个暖风呢？就是柴油暖风呢？不能，因为它电机和水泵是有使用寿命的，它的电机运转转数超高，它要比咱正常的这个柴暖寿命低的很多。另外一个就是什么呢？它这个油耗很高，它在全力启动的时候，因为它是没有档位调节的，它只能调温度，它调温度呢是根据它预热的时间来调，而不是根据那个供油的档位来调。所以说，它每1小时大概在0.6到0.8到1升油之间，这么费。这样的话，你算下来一天24小时，你要使用20多升油。朋友们，这个柴暖的代价是很高的，而且它的加热效果远远不如那种柴暖，就是柴油暖风机，远远不如那个。另外一个就是主要的就是它这个电机使用寿命，你长时间用它运转，它的寿命会很短。还有一个关键点就是柴油预热锅炉的噪音非常大，比柴油暖风机的噪音大很多。所以说，关于想用预热锅炉来取暖这事儿，不怎么现实，我也不建议去这么操作。当然，如果您选购的是那种高大上的品牌，那个可能的寿命会长一些，也可以用它来取暖，当做第二套方案。为什么说是第二套方案？第一套方案是柴油暖风机，当柴油暖风机坏了的时候，可以采用第二套方案，用那个预热锅炉的热量来取暖。最后给大家说一下啊，如果你的车也想来东北，或者是在东北生活，或者说是准备来这边自驾游，想装一个柴油预热锅炉，我建议您在家里的时候就把这个锅炉装好，或者是找会干活的去安装。不要到这儿现等快递现安装。一冷，各个管路啊电路都很脆，容易造成这个东西损坏。第二一个就是在北方普遍安装一个预热锅炉的工时费500，然后基本上也不会安的有多好，它就是给你安上能用，不会太心细。所以说我建议你们来之前，有打算来之前，你就把在家里边找一个熟悉的修车厂，大概工时费有200块钱或者100多块钱就能搞定了，让他帮你安装。你自己从网上订购一个，给你安装，走好管，走好线，走好电，在家里边走好油管，走好电线，走好水路，这样防止渗漏都检查完毕，你再来这边，这是最好的。好了，本期视频我就给大伙介绍到这儿，因为这是很多网友让我出一期相关的视频，我跟大家伙解释一下这个东西，你们听明白了就直接告诉我，有什么不懂的在评论区问我，我会回复每一条留言。大家给我点个赞吧，拜拜。